这是小野，今年3岁，是我的家庭成员之一。他在1年前遭遇过一次非常严重的意外，兽医一度下达病危通知书。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小野生命走到尽头那一天如果提前来临，宠物克隆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让它陪我久一点呢？现在只有3组，没有那个就是这个怀孕中的，基本都生下来了。现在我们在北京西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业务呢是动物克隆。其实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克隆动物？从自然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理解克隆动物是和它被克隆的这个个体，年龄间隔相差比较大的、比较久的这么一个同卵的双胞胎。克隆也叫做无性繁殖，克隆小野就是复制粘贴一个和小野一模一样基因的小野2号。想要克隆小野只需要4步：取它大腿内侧的一小块皮肤组织，交由实验室提取体细胞，放入卵细胞内制成一个胚胎，最后将胚胎放入代孕狗妈妈子宫内。当她怀孕分娩后，我就将得到一个和小野99.9%基因相同的克隆小野。这是我们相关接受的一些媒体。你们当时克隆的第1只狗是哪一只啊？克隆的第1只犬，这里有吗？因为商用的这种客户的克隆犬，它第一个客户它比较私密，想保密，是，所以就没有报道。我本来其实今天想把狗带过来的，我的狗就是今年3岁，对，然后就是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可是就是总归会想到，就是我会应该是活得比它长吧，对。然后我在网上看到是38万，是吧？就是一只狗的价格。就是不分品种，不分大小，然后克隆犬是38万。我们承诺是6到10个月交给您一个2个月龄的犬。我其实就是想要知道是说，如果我克隆，我到底克隆的只是它的样子呢，还是就是从现在的技术来讲，就是我能还原到多少呢？它还是不是那个本体呢？克隆动物和这个被克隆的动物，它可以说呢是在基因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毛色、斑点和花斑呢这块呢暂时是控制不了的。就像同卵双胞胎会有不一样的指纹，这个假设中的小野2号在外观上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毛色，它将重新建立起自己独有的记忆和性格。这样的克隆犬小野2号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只跟小野长得非常像的双胞胎兄弟。它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生命个体，而不是那一个已经陪伴着我3年的小野。这是我们的一个保育室，就是已经可以闻到那个就是羽毛的味道。对，这边衣服在这边。这种品种很名贵的藏獒，它是被克隆出来的吗？对。克隆这个技术呢，当然主要是实验室的应用在最早。其实以往的话，我们大量都用小白鼠，但是小白鼠呢，有些地方它是模拟不了的，它也会有同样的病，但是它的表现跟人就相差非常大。然后有些药在它身上起作用，到人身上完全没有作用。但犬呢和人一起这个生活了大概上万年，因此呢，它在这个神经系统、在心血管系统等等这些方面，它和人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这是中国的第1只基因编辑克隆犬龙龙，它克隆的是一只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的动物模型苹果。实验性的动物模型是指研究者通过人工手段让实验动物出现某些类似人类疾病的病变。通过复制多个有着同样基因和疾病的动物模型，可以提高人类疾病研究和药品研发的效率。
而你可以买到的克隆宠物犬，只不过是把实验室里的这个常规操作，让普通用户用38万人民币买回家。它也是比格犬生的吗？对，它也是比格犬生出来的。哎，它本体呢？这是个去世的吗？不是个去世的，它是个种犬，相当于是那种犬舍的那种。它好像不让我摸。 2017年底，公司呢开始了商业化的工作，到现在我们总共有接了50多单的这个克隆宠物的订单。这50多单里头呢，大部分还是宠物克隆，还有部分这个做繁育的机构，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克隆也是一个终极的繁育技术，因此呢，它对于这个保留物种的一个性状方面，它是有一个绝对保留的这么一种能力。这就意味着像毛发量、嘴巴形状、身形大小、骨架结构或者是舌头颜色之类的性状都会被克隆体所保留，而这些因素刚好是评判一只赛级犬优劣的条件清单，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后代在市场上的最终价值。以前犬舍只能通过一代代的去配种保留性状，而现在通过克隆就可以一键复制。于是商用后的克隆技术，除了我们这种无法割舍爱犬的冲动型散户，更多的买家来自可以实现商业闭环的犬舍机构。可以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一间保育间里面现在有多少只狗？现在大的是2只，小的是8只。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克隆出来的。对，幼犬全是克隆的。像一般就是一只妈妈会生几个克隆犬？就看它胎数嘛。不确定，大部分是一只。一只生一个。像这个算是高产的。生的比较多了。按照我们的调查，目前胚胎移植后的存活率并不算高。克隆一只动物通常需要制作30到40个胚胎，并植入到4只不同的代孕母体内，这也造成了最后可能会有多只克隆动物出生的情况。因为毕竟克隆出来这些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跟顾客协商，看他是否这个一起领走。领走的话，我们可能会收少量的费用。你比如说，我们第一只克隆犬是38万的话，我们第2只可能10万就可以这个领走。有些宠物主人呢放弃领走另外一只，我们公司呢就也是面向社会进行这个领养。这俩是一窝的，这是一种。那你觉得比格和这两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母子关系吗？只能说现在是吧。现在是，就是暂时有点像奶妈的关系。对，现在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代孕妈妈。对，现在只要是吃它的奶。现在养的犬大概有1000多只，狗的发情时间间期非常长，而且不好预测，所以我们会需要大量就是多一些犬才比较好。但这些不但是卵细胞供体，有一些也是会成为代孕妈妈，大概这么个情况。克隆公司通常需要储备大量的实验动物，以稳定的完成克隆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卵细胞、代孕子宫，甚至是代奶服务。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也知道，真的没有一个人真的都是公平的。一个军人要上去打仗，那凭什么有些人就要在后面去享受和平呢？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它是一个实验动物，还是它是一个宠物，我尊重它们的生命。作为小野的妈妈，我在做这一集专题的时候，我最开始的问题其实是克隆宠物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把小野完全的还原出来？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现在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再去克隆宠物，它值不值得？我觉得技术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中立的，不论克隆动物这件事情原来是用在实验室里面作为医药用途，还是我们现在把它开放出来变成一个大众消费品，无论是哪种用途，这个背后千万个后勤动物，它们自己本身的动物福利，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忽略的那一环成本和代价吧。所以如果你有38万人民币的话，你会去考虑克隆你的宠物吗？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个专题的话，不要忘记一键3连。小野 Good boy， 亲妈妈一口吗？亲妈妈一口吗？